谢你昨晚救了我。你的死亡之吻会让悟空无缘无故死去。我绝对不会让悟空有事的。主人，你在这里帮我看着悟空，一有什么事立刻向我汇报。照妖镜。妖精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你呢？没事。奇怪，他刚刚明明有开枪啊。指尖穿梭千年的指尖，划过一条斜线，已被荒废，带着痕失联。刹那间，所有离别刹那间，对不上的也何来的亏欠，来不及忏悔。使命告诫无言却为爱无法缱绻，命运玩弄这一切，爱恨中周旋。别避开前世缘，别避开前世缘，此缘一定绵绵无限。战无不胜，只是头衔中摆在红颜，注定需要为爱冒险。别闭着那双眼，别闭着那双眼，请别拒绝熟悉的脸。轮换转过了多少回，只求的谅解，灰飞烟灭也情愿。上次让全岛开花，消耗了你珍贵的法力。现在连一颗小小的子弹，也能让你流血。我休养几天就没事了。死亡之吻的诅咒实在太可怕了，幸好你当时在场，不然悟空肯定没命。这一枪挨的也是值得的。那个蛇精狂到底跟悟空有什么孽缘？悟空3番2次受伤，都跟他有关系。我也很好奇。凡人真的是太烦了，爱钻牛角尖，钻不过就用暴力来解决，打打杀杀。都是我的错。如果当年唐僧取经成功的话，那凡人他们就不会那么放不下执着，那也会少一点暴力跟血腥。你也别太自责了，早点让悟空恢复记忆，早点扭转乾坤，人间还是有的救的。刚才那个色魔一直喊杀了他，
杀了他，感觉他好像着魔似的。我会去查他的背景。不知道这个死亡之吻的诅咒要怎么样才能破解呢？这是上面的安排，应该无解。弹指间时隔千年，弹指间牵记忆的线却仍是一份，如何去牵牵？玉皇大帝、王母娘娘、如来佛祖，当年西天取经的事情失败，都是我花彩月的错，跟悟空无关。你们要罚就罚我好了，不要再罚悟空了。这1000年，他已经经历了轮回之苦，每次还不得善终。你们太残忍了，是非不分。你们心里不痛快就冲着我来，就罚我好了。你们来啊！雷公，我在跟上神说话，与你何干？店娘，你来凑什么热闹？傻的，继续傻的，我不怕。怎么梦见这么多猴子？主人，你想跟我说什么？照妖镜已经开始想起往事，我觉得我们必须尽快采取下一步的行动。不行，上次简帝的手杀不死照妖镜，马上再出法力，恐怕会引起花妖的怀疑。那我们该怎么办？我有计划，你听好了。是。你好，我是花彩月。唐心，你好。我是耀静的邻居，你是？我是他的心理医生。他有什么困扰需要看心理医生？他是不是？不是，其实我认识他很多年了，就像是他姐姐一样。哦，所以你们俩的关系就像姐弟。耀静身边其实没什么女性朋友，现在有一个那么活泼的女孩子跟她来往，挺不错的。那我可以像耀静一样叫你姐姐吗？可以啊，唐心姐姐，走吧。医生，我昨晚的头痛到底怎么回事？我头从来没有这么痛过，到底是什么原因啊？暂时还不能确定，我先开些止痛药给你吧。等你大脑断层扫描的报告回来，我会尽快通知你。好，谢谢。至于你臀部的伤，已经没什么大碍了，今天就可以出院。谢谢。耀静，你可以出院了，我送你。不用，唐心可以送我。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？伤口要保持清洁，避免感染，定时上药。我可以帮你清理伤口。下去吃。你知道我伤口在哪里吗？帮我。那我帮你收拾东西。谢谢你，海月。不客气，唐心姐姐。你们怎么会一起来？刚好在外面遇到，现在又刚好可以送你回家。我去办出院手续。一起吧。我也一起。你不是要收拾东西吗？
啊，要先换衣服啊。没关系。主人，干嘛当佣人？出去跟他们一起啊！要你多事。我不多事，以后这里就没你的事啦。也对，那我还是赶紧收拾好了。我泡杯红枣茶给你。好。等一下，送给你。送给我做什么？你刚出院，需要新鲜空气。一盆小花是能有多少新鲜空气？我爸跟我说，拒绝人家的好意是很没有礼貌的。好，我收下。我帮你放。哎，主人，唐欣还没有离开，你也不要离开呀。耀庆，哇，有红枣茶喝，我要。这不是给你喝的。可是我很渴，红枣茶又那么香，我要嘛。没事没事，你喝，我再泡一杯。谢谢。喝完就赶快回去了。哦，好烫。赵先生，我听到声音就过来了。您出院了？是的，华先生，你来的正好。你的女儿在这。我早就猜到了。老爸，你来的正好，有红枣茶喝。那我就不客气了，谢了。Hello。真的很强。那你要帮我找个机会留下来啊。怎么样吧？爸，耀庆救了我，我们是不是应该好好的报答他呢？哎，真的不用客气。哎，不行，有恩必报是我们花家的家规。嗯，你刚出院，不方便出门，不如我们就在你家吃饭吧。爸，帮我去买大鱼大肉，我大显身手。你？我这就去买。组长，能不能快点？白小姐就要到了。催什么啊？还剩10分钟。我这样也是为了给她留下最好的第一印象啊。听说白小姐是大客户，老板非常重视她的，不能得罪的。得罪我只会让她陶醉啊。这次战神请病假，我们才有机会的，你要好好把握。相信我 ，OK？ 白小姐到了 ，Let's go。你好，我是。你迟到了。白雪，你来了。包叔叔，这边请。让我介绍我们的主创给你认识，帅哥。白小姐你好，我叫帅哥。现在还有这么厚脸皮的外号？哎，这个不是外号，这个是真名。我姓帅，名哥，大动干戈的哥。随便，我时间宝贵，就废话少说。哪一碗是我们白家的肉骨茶？吃得出来，广告是你们的；吃不出来，就没有资格做这个广告。其实不用吃也可以做出非常好的广告的。连去了解顾客产品的诚意都没有，我要怎么相信你？其实我小的时候就不喜欢吃猪肉，对猪肉有点敏感。难怪我从来没看过你吃猪肉。那还做什么肉骨茶广告？没吃过猪肉，也看过猪跑。白小姐，请你相信我，我一定会做出令你非常满意的广告的。帅先生，别介意，我这个人挺执着的。没关系，我向来也是对事不对人的。我对人不对事。我对事也对人。白雪，你放心吧，我会找一个对的人帮你做这个广告。老板，我们的首席创作人今天休假了，不过他不怕吃猪肉。原来是来代班的。白雪，你放心吧，下个星期我一定会给你包你满意的策划案。好，我期待。我们走吧。
我听说了你今天的遭遇，被客户羞辱不算，还被老板捅了一刀。有吗？看开点吧，在老板的眼里，你的 B 组和我的 C 组，都是帮 A 组的战神拿到每年广告大奖的垫脚石。我跟你不一样，你的广告从来都不会入围，而我总有一天是会拿奖的啊！只要战神一天还在公司，什么时候轮到你啊？在客户和老板的心里，他就像神一样的存在。大的客户都丢给他做，小的客户就留给我们的 C 组。那些吃不饱、饿不死的，才交给你们的 B 组。那么少的预算，你要怎么拍出一个得奖作品啊？这叫小刀锯大树，你应该不知道的。说实在的，我觉得你一点也不比战神差。不如我们结盟。结盟？开玩笑吧？不如拿把刀割一下，滴一点血，那喝完它结盟。好啊，我们一起努力，一起向战神看齐。我们学习他的专业，为公司努力。老板，要喝咖啡吗？不用了。如果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先出去了。辛苦你了啊。没什么的话，我也去忙。哎，你准备一下，我们去探病。战神已经回家养伤，我要泡菊花茶带过去。老板，晚上我约了人。哎，帅哥，白家肉骨茶的广告，不管是你做还是耀静做，最重要是公司有钱赚。准备一下，5点半出发。清蒸红鱼、糖醋排骨、黄金空心菜，还有红烧豆腐，一定有一样是你爱吃的。这个是我唯一会做的菜。我最爱的青菜沙拉。我去开门。老板，平安，组长。老板，先进来。伤口好点了吗？没什么大碍了。真的 ，boss， 我给你泡的菊花茶。我是来吃饭的。哇，大家来的正好，趁这次啊，这些菜都是我女儿做的。你是花彩月的父亲啊？是啊，本人花九代。包成功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我叫包平安，叔叔你好。你好，叔叔你好，我是帅哥。帅哥果然一表人才啊！哎，坐，哎，添多几个饭啊！不止这样，我还是彩月的组长，平时很照顾他的哦。哦，太好了，谢谢你啦。吃饭就吃饭，怎么还带家属啊？你们2个很熟啊？你认识他多久，我们就认识多久。啊，是啊，来，快吃，糖醋排骨很好吃的，吃多一点。猪肉 ？No。沙拉？沙拉是兔子吃的，但我只吃西瓜沙拉。Hello。这个是给你们介绍，我好朋友唐鑫。你们好 ，Hello。谢谢。好菜。包先生，你也喜欢吃素食啊？是啊，你也是啊。对，唐鑫平时很少吃肉，长得漂亮又很善良，老天还真厚爱你啊。我其实也喜欢吃素的。今天因为有病人，我才煮那么多肉。就像这盘空心菜是我的最爱。这也是你煮的？嗯。一看就很适合我的胃口啊。你们知道空心菜为什么叫空心菜吗？它是有故事的。黄老哥，你这女儿挺会讲故事的，是你教的吗？哟，当然啦，虎父无犬女。说来听听。在很久以前，有个高僧叫唐三藏，他有3个徒弟，大师兄是孙悟空，
二师兄是猪八戒，三师弟是沙僧，他们要前往西天取经。西天取经就好像现代的出国留学。传说凡吃了唐僧肉会长生不老，所有的妖怪都要吃它。3个徒弟为了保护师傅，使出浑身解数，尤其是孙悟空，他法力高强，威武无双，所有的妖怪们都闻之丧胆。可是最后唐三藏还是被一个叫九尾狐的妖怪给抓走了。然后呢？九尾狐把唐僧的心挖出来，然后吃了。所以在唐僧死的地方长满了很多菜，那些菜都没有心，所以叫做空心菜。这故事很特别，我想知道九尾狐到最后有没有长生不老啊？他破坏了取经之路，我希望他遭天谴，遭天兵天将追杀。小新，怎么了？不舒服吗？我想先回去休息。那我送你回家。不好意思啊，各位，我先走了。拜拜。怎么会突然心痛啊？就莫名其妙抽了一下。那让我送你回去吧。不用不用，你回去照顾他们吧。没事的，没事的。那到了给我电话。好，拜拜。小心开。我们就开门见山吧。是不是为了百家肉骨茶的广告而来？报什么通风报信啊？没有啊。哇，不愧是神一般的 boss。你是怎么猜到的？本来老板和平安来我不奇怪，帅哥也跟着来，肯定是被你逼着来的。白氏企业的小女儿刚从海外学成归国，外界传闻她就是接班人，想要搞出点名堂，从哪里下手呢？最快的方法就是白氏主业白家肉骨茶。哇，好像哎，好厉害！什么厉害？说的好像包青天在审案子一样。是观察，再加上嗅觉，你们刚刚一进来的肉骨茶味道那么重，闻都闻出来了。不愧是包氏的战神，料事如神。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。早安。又怎么了？公司吩咐我送早餐给你，你就不要辜负公司的一片好意嘛。快过来趁热吃吧，有西餐、中餐、马来早餐，还有印度早餐，一定有一样是你喜欢的。怎么没有油条？原来你喜欢吃油条。如果是公司叫你来的，不会没有告诉你，我早餐只吃油条。那我现在去买。不用了。如果是公司叫你来的话，不会没告诉你，我最讨厌吃的就是油条。那你到底喜不喜欢吃油条？我不知道你有什么目的。到底我家有什么样的宝贝，让你一直想要进来？宝贝啊，有啊。主人，不要太露骨，他会赶你走的。其实我很感激你把我从色魔的手里救出来。不用。你受伤，我很内疚的。所以呢？我要报答你。你这些东西已经够我吃一整天，已经算是报答我了。不行，医生不是说你的伤口不能受到感染吗？你看，这些剩菜剩饭放在这里多脏啊！难道你不怕被感染吗？只要你的伤口愈合，我就不会来打扰你了。我要工作，不能被人打扰。我很安静的。随你便吧。好。
你跟我进房。耀进，你叫我进你房间干嘛呀？过来。不好吧？站好。伸手。这是你送给我的吗？以后只要跟我在一起，就不准脱下来。以前你送我月光，现在你送我手环，两样东西都是圆的，我很喜欢。耀进，谢谢你。退后。再退。退。以后只要我们在同一个空间，你就必须离我这么远。可是不喜欢，脱下来，你也可以回家了。我喜欢。我知道你需要自己的空间，想你的事情。你放心，我不会打扰你的，我很安静的。哎。灰飞烟灭也情愿，灰飞烟灭也情愿。连你都这么积极，我怎么能输给你呢？是不是我做的饭菜香把你引出来啦？都是我做的，一起吃吧。不吃了，我约了人。好，你要出门，你为什么没有跟我说？没有人跟我说我出门需要跟你说。你现在受伤了，出门需要有人照顾你，我陪你吧。很好，保持这种自觉性。今天已经够麻烦你了，你可以回去了。什么？我今天做了一整天的家务，我现在又饿又累，你连饭都不给我吃就要赶我走。再说了，我不会偷你的东西的，我就住在你隔壁。如果有什么东西不见的话，你可以过来找我。那好吧，你想吃就吃个够，吃完记得把碗洗好，你就可以回家了。记得锁门。好，拜拜。太过分了！你说什么？如果我现在走的话，悟空是不会再让我进来的。我要找个机会住在这里，贴身保护他。我哪里过分了？我是说，悟空把你当女佣，太过分了。我现在不只要当女佣，我还要当女特务。小新，你的心还痛吗？回到家休息一下就没事了。那就好。哦，对了，昨天人太多，没机会给你看这个。这是什么地方？我在医院做了一个梦，去到这个地方，画面很真实，可是我不记得我有去过这个地方。你有做奇怪的梦吗？很多猴子都叫我大王。
你小时候肯定很顽皮，是个孩子王。可是我突然想起，那个花彩月跟我说过，我前世是美猴王的故事。你不是答应过我不会把他的话放在心上吗？我没有，只是这个梦真的太真实了。这个画面可能是你很久以前看到的照片或影像，进入了你的潜意识，而你自己也不知道。真的吗？所以不是什么前世今生。我不相信不科学的事，我也希望你不会。我不信，我只信你。好喝，好喝。你们好，郑森超，我是这家店的负责人白雪。白小姐你好。尝过食物了吗？那你觉得我们白家的肉骨茶跟其他家的有什么不同？昨天你的同事没有通过我给他的肉骨茶考验，让我很失望。我希望你这个广告界的战神，不是跟他一样虚有外表。白小姐，我是 Jensen 的助理，让我试试吧。香料大致相同，但比起一般的肉骨茶来说，多了一丝清香、微甜，加了甘蔗，对吧？白小姐，你就放心吧，Jensen Chow想吃的广告点子，肯定跟你们家的肉骨茶一样。别出一个。好，那我就期待你们的构思，慢慢吃。谢谢。你知道吗？刚才你在对付白雪的时候，仿佛回到10年前。那个时候我年少轻狂，差点伤人。要不是你及时赶到阻止了我，恐怕我就要进入感化院了。今天你又救了我。你说白家肉骨茶为什么会加甘蔗呢？白家肉骨茶的发源地在马来西亚一个种植甘蔗田的地方，所以白家用甘蔗来熬汤，结果发现汤头不腻，而且清甜，才能远近驰名。就知道你肯定是做好了研究才会找我出来品尝，你怎么可能不知道答案？我刚才也只是多嘴帮你回答白小姐罢了。不对，是你看那个白小姐气势凌人，故意扮助手把我托高，让她以后不敢藐视我。有一句话，前世500年的回眸，换来今生的擦肩而过。我们今天能够成为知己，应该是1000年前，我们彼此回眸了好多次，才会有像今天这样的缘分吧。那个，你还吃得下吗？我们再去试试别家肉骨茶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好啊。进来呀！你干嘛拉着我？他们都快走了。我不拉住你，你就会被那个臭猴子发现你跟踪他了。你要让他更不喜欢你啊！什么500年前的回眸换来今生的擦肩？他和唐心根本没有前世缘分，反而是我等了他1000年。别说是回眸，他给过我什么？一句讨厌咯。开玩笑，开玩笑，别伤心了。1000年前他不也失忆，不也讨厌过你吗？结果还是被你的真诚给打动了。
说的对，不应该泄气，我要继续打动他。走，去哪里？去他家洗碗。啊？飞燕灭也情缘，飞燕灭也情缘。都几点了还不回家？主人，悟空说洗了碗就可以回家了。我还得收拾书房。这些点子都不错嘛，为什么要丢掉？对一个天才而言，不错是不够的。一个好的点子一定要经历过千锤百炼才能够出炉的。就像我和悟空的感情，要经过千锤百炼才能开花结果。花果山。小石头，小花，他想起来了，土地公，他想起来了。悟空，喂，你终于想起我们的事了，你终于想起来了。干什么？你看看，这是花果山，你把花果山画出来了，就代表你已经记得我们之间的事了。什么花果山？你明明已经记得了，你为什么要否认？为什么？大家别激动，话慢慢说哈。悟空，花彩玉，你已经违反了我们的约定。花先生，请你带他离开。走，马上走啊！我不走。哎，人家报警了，哎，我不走。马上走。我要告诉你一个不是很好的消息。这个断层扫描显示你脑里有阴影。你看这里有一颗瘤，应该就是它造成你的头痛，而且这颗肿瘤非常靠近你的视觉神经。你是说，我的视觉也会受到影响？你先别担心，肿瘤还不算很大，我们再观察一阵子，1个月之后再做一次扫描，到时再确定疗法。止痛药你先吃着吧。Boss， 你没有收到我的简讯吗？怎么样？白小姐说她现在要来听构思。叫她不用来了，我还没准备好。可是她是在来的途中通知我们的。不招待。但是她是大客户哎。约好开会日期是3天后。姚姐，白小姐有急事要出国一趟，她想在出国之前听一听你的构思。还没想好，不能说给她听。白小姐到了。然后啊，那个代言人他就会说到肉骨茶，他会说那个白家肉骨茶，100年味道，300年。你觉得怎么样？抱歉，只有4个字：粗糙残旧。白小姐，你这评语是不是有点不尊重人啊？你不是主创吗？不亲自负责我的广告，找个菜鸟来敷衍我，是谁不尊重谁？白小姐，你误会了啦 ，Jensen 哦，是因为他这几天你不是想说他不舒服，所以广告才子想不出好点子吧？我们明明约好是3天后才开会，是你提早到了。借口和原则一堆，如果你不行就说一声，不要浪费我的时间。你这个大家淡定，平安，去泡点菊花茶来。哦。谁说战神不行？
其实他已经想好了很多点子，他只是在筛选而已。比如呢？不关你的事，出去。哎，说来听听。有一个人，他穿越到古代，他教个孩子煮肉骨茶，结果那个孩子是他的祖宗。Stop。穿越时空，这个点子不错。是，古装画面好看啊。好，那等我从国外回来，我要听到完整的概念。没问题。平安，送白小姐。哦。彩月，这一次你帮公司解了围，记你一个大功。这是我应该做的。我去送白小姐。你跟我出来。刚才是谁提供给你那个穿越的点子？还有，你怎么知道那个就是我的 idea？ 我昨晚去帮你收拾书房，在地上看到的。花彩月，你有听过《诗经》的一句话吗？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，求之不得，辗转反侧。女人对于男人的吸引力，就看追求的过程当中是否有挑战性，越难得越珍贵。与其得到礼品，男人比较喜欢战利品。你是说我自己送上门？那是因为你忘了我。花彩月，这段日子你一再的装疯卖傻，不断的纠缠我，一而再再而三的干扰我的工作，影响我的专业。我对你已经忍无可忍。可是我只想帮你。够了，以后我们就是同事关系，请你远离我的视线。你真的那么讨厌我吗？是，我讨厌你，我以后再也不想见到你。昨日场景再浮现，决定不记起，想留下尊严的我好恨，真的好恨。从今以后，我不再见你。不是的，生生世世，永不相见。花瓣飘到你身边，那是我给你最后的留念。弹指间穿梭着年，弹指间划过一条斜线，已被荒废，带着恨失联。刹那间，所有离别刹那间，对不上的也何来的亏欠，来不及忏悔。应虚名刀剑无言，却为爱无法缱绻。命运玩弄着一切，爱恨中周旋。别避开前世缘，别避开前世缘，此缘一定绵绵无限。山无不胜，只是头衔中摆在